看完《猎犬》第2季，老头子，我现在全身都在隐隐作痛，不是因为我下场打了，而是这部剧的动作场面简直是拿命在拍，特别是那个 Rain， 我的天，他那个变态气场直接把这部戏拉到另一个层次。但先别急着冲这部续集里藏的坑，可能比他打出的拳头还要多。3年前那对拳击兄弟靠着拳头打出一片天，大家都以为故事完了。没想到 Netflix 这次直接把我们拉回更黑暗、更变态的地下世界。在我们深挖这场血腥派对前，如果你喜欢看老头子，我讲真话，不说官话，记得按个订阅。毕竟在这片烂片红海里，我的观测站就是你的避雷针。这季一上线 IMDB 就冲到了8分以上，这数据看着很吓人吧？但我告诉你，这数据背后藏着不少动作粉的滤镜。目前在 Netflix 全球榜单也是横着走。如果你现在正犹豫要不要点开，听我一句，这是一部纯度极高的爽片，但前提是你得学会把大脑暂时关机。故事设定在第1季的3年后，金建优成了拳击新星，偶真则是他的守护神。这种兄弟一生一起走的基调，老头子我看得很舒服。本来想过平静日子，结果被一个叫 IKFC 的非法联盟盯上，这戏码老套吗？老套到家了。但动作戏的质感是真的把老夫的少女心都打碎了。我们得聊聊这次的战场——地下八角笼。这不再是规规矩矩的比赛，而是赌命的修罗场。动作指导这次显然加了鸡腿，那种骨裂声、拳头入肉的闷响。如果你是用耳机看，我建议你声音开小点，不然那种真实感真的会让你生理性不适。这一点我给制作团队一个大大的赞许。所以网上那些吹上天的好评，有一半是给了这拳拳到肉的诚意。但如果你期待的是像第1季那样有血有肉的情感铺陈，那你可能会觉得这季有点营养不良。到底他是真的进化了，还是只剩一副空洞的皮囊？我们进入第2章，聊聊那个让所有人都尖叫的男人。Rain 饰演的白正绝对是这季的灵魂。说实话，老头子，我好久没在韩剧里看到这么纯粹的变态反派了。他不是那种满嘴道理的儒雅随和，他是那种坐在那里你就觉得背后发凉的狠角色。Rain 这次把那种冷血与狂傲演进了骨子里，这才是大魔王该有的样子。想象一下，你是一个刚想重新开始的拳击手，却发现家人的命都被一个疯子捏在手里，这种窒息感是这季前半段的动力。白正这个角色不仅狠在手段，更狠在他的控制欲。他把职业擂台变成屠宰场，这种设定虽然夸张，但在 Rain 的演绎下，你竟然会觉得这一切都很有说服力。再看我们的双男主，与装焕的身材更魔鬼了，那肌肉线条感觉随时都要蹦出荧幕。而李相二这次更多承担了脑袋的功能，这对 CP 的默契已经到了不用说话的地步。看他们2个背对背应战的时候，老头子我真的有种老泪纵横的感觉，这才是男人之间的浪漫啊！但我得说，这季的角色成长有点停滞。建优依然是那个纯真到有点笨的热血少年，偶真依然是那个吐槽担当，他们之间的化学反应还是很强。但在面对更极致的邪恶时，编剧似乎没打算让他们在内心层面有更多挣扎。这种一路打到底的处理虽然爽，但确实少了一点层次感。现在，请你闭上眼，想象你正站在那个沾满血迹的八角笼中央，四周是疯狂叫嚣的赌徒，对面是一个比你高2个头，甚至手里可能藏着暗器的疯子。你唯一的武器就是那双已经麻木的手，你退无可退，因为你背后是家人的安全。这种压力你扛得住吗？大家都说这部戏是动作天花板，但我却觉得它其实是在用最强的动作掩盖最弱的灵魂。这是一场华丽的视听盛宴，还是一场精致的过目即忘？接下来这章我要开始说点不好听的了。我们先夸优点，导演金周焕对节奏的掌控依然老辣，每场打戏的剪辑点都精准的像手术刀，特别是那一场雨中的街头群殴，运镜流畅到像是游戏画面，却又不失那种脏兮兮的写实感。在动作美学这一块，《猎犬》第2季确实做到了目前韩剧的顶尖水平，美得黑。还有配角群的惊喜，崔始源和 Dex 的出现不仅是流量密码，他们的表现竟然意外的扎实。特别是 Dex 那种天生的野性气息，跟这部剧的氛围简直是天作之合。这些亮点让前4集的观影体验几乎是完美的。如果你只看前4集就关掉，你绝对会觉得这是年度神作。但是老头子，我真的坐不住了。从第5集开始，这剧本就像是被换了一个人写，那些为了反转而反转的逻辑，简直是在侮辱观众的智商。反派白正明明有无数次机会解决主角，却非要搞什么优雅的处刑，最后被反杀。这种10年前的英雄片套路，现在拿出来用，编剧，你认真的吗？还有那个所谓的 AKFC 组织，铺陈的跟什么跨国犯罪集团一样，结果到最后解决问题的方式竟然简单到让人发笑。很多角色看起来很有故事，结果最后都成了背景板。这种雷声大雨点小的剧本病，在第2季中期开始疯狂发作。看到老头子，
我真的想隔着荧幕掐编剧的脖子。你是不是也跟我一样，在看到最后大决战的时候，心里一直在喊：为什么他不报警？为什么他不直接开枪？当剧中的角色为了凑打斗时长而强行降智时，那种出戏感会让你之前积累的所有热血瞬间冷掉。这就是这部剧最大的遗憾，它空有满格的武力值，智力却没上线。所以老头子我的最终评价是，这是一部80分的动作片，加上40分的剧情片。如果你是那种看完《捍卫任务》会热血沸腾的人，这部剧你绝对不能错过。但如果你追求的是像《信号》那样严丝合缝的逻辑，那我劝你点开前先做好心理建设，免得血压飙升。哪种人看了会感谢我？那些压力大到想看男人流汗、看拳头互殴泄愤的人。哪种人看了会骂我？那些对剧本逻辑有强迫症、容不得一点生硬转折的硬核影迷。这部剧就像一份过度辛辣的麻辣烫，吃的时候很爽，吃完后肚子可能会有点不舒服。老头子，我个人还是会把它推荐给想放松的朋友。在目前韩剧普遍文戏过剩、动作乏力的大环境下，《猎犬》第2季这种敢于把钱砸在真实格斗上的作品依然值得鼓励。他守住了那份粗粝的硬汉气息，没让它变成那种黏糊糊的恋爱剧，这点我老头子非常欣慰。虽然骂归骂，但我还是期待如果有第3季能给我们一个更聪明的对手。总结一下， Rain 的加盟救了这部戏一半的命，剩下的那一半是靠五行兄弟们的骨折换来的。这部观测报告就是老头子我的一家之言，不管你同不同意，看完之后记得来评论区跟我抬杠。我就是喜欢听你们不一样的声音，这才是影视观测站存在的意义。最后，如果你已经看完了，或者正准备看，别忘了给这支影片点个赞。老头子，我制作一期解析不容易，你们的支持就是我继续挖掘好片或是喷烂片的动力。我是老头 Z， 影视观测站，我们下一部片子再见。到时候希望是一部能让我无话可说的神作。问题来了，你认为对于一部热血动作剧来说，是打得爽重要，还是剧本逻辑重要？如果你只能选一边站，你会支持这部戏的8分好评，还是觉得它根本不及格？下方留言区见，我等着看你们吵架。